庙内神风光。嗨，欢迎来到真源的频道，这里不只是频道，更像是神秘的派对。我是您的频道指南，准备好和我一起玩转神秘世界了吗？别错过，这里每秒都有新奇的冒险等着您哟。天下都城隍爷，或称为天下都城隍。城隍爷的起源，有学者认为城隍爷原本是一位自然神，可能起源于古代祭祀的水庸神。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南北朝时期，城隍与土地神有关联，并在长江流域广泛流传。城隍爷的由来，城隍的概念最早见于《周易》和《礼记》，与城市的城墙和护城河相关。明清时期，城隍被赋予不同的官位和身份，反映了人间行政系统。在台湾，城隍庙成为了沟通人之间的媒介，新任官员会先向城隍报道，并在重要节日祭拜城隍。城隍也与陈定南。城隍在台湾民众心中象征住司法正义的最后护卫者。有趣的是，陈定南，一位以公正无私著称的政治人物，被民众视为城隍爷的化身，继续在阴间担任地方父母官的角色。城隍庙的兴盛，明朝洪武12年，明太祖下令在各地设立城隍庙，作为地方的守护神，以监察人民的善恶行为。此后，城隍庙在中国各地迅速兴盛。在台湾，最早的城隍庙是台南的府城隍庙，建于明郑时期，后来透过清朝官方支持和民间的参与，全台包括澎湖、金门的城镇均设有城隍庙。城隍庙的社会角色，城隍作为司法神，当民间有纷争或怀疑时，常在城隍庙前进行立誓或接受审判。有些地方的城隍庙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发展出不同的特色，如台北霞海城隍庙成为信众求姻缘的庙宇之一。城隍爷的司法角色，城隍爷不仅是城市的守护神，还是阴间的司法官。在康熙时期重修台湾府志中记载，城隍也会接收到对那些不孝、不敬、欺诈、逃避责任等行为的报告，并进行审判。城隍系统包括文官、武官、判官，以及人们熟知的七爷八爷，在中国传统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他不仅是阴间的官员，负责监察人间的善恶，管理亡魂，担当住审判者的职责。在台湾，城隍信仰尤为普遍，各地的城隍庙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故事。城隍爷的形象通常是一位公正无私的法官，他按照人们生前的行为来决定他们死后的命运。在民间传说中，城隍也会惩罚那些生前作恶的人，同时也会奖赏那些行为端正的人。城隍庙不仅是信仰的中心，也是社区的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场所。城隍爷的圣诞即天下都城隍爷千秋，是一个重要的节日，通常在农历5月11日庆祝。这一天，信徒们会前往城隍庙进行参拜，祈求城隍也赐予家庭平安和事业成功。台湾的城隍信仰不仅体现了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，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。
城隍爷作为宗教信仰的象征，城隍信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祭祀活动。据说城隍最初是与城市的城墙和护城河相关的自然神，后来演变成具有人格特质的神祇。从汉代开始，城隍的祭祀活动逐渐提升，人们开始尊崇已故的功臣，名将或英雄豪杰为城隍。在台湾，城隍信仰与台湾的发展史息息相关。例如郑成功来台后，他的军师陈永华建立了台湾府城隍庙，这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。对于道德和正义的重视，城隍庙成为了社区的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中心，是人们寻求精神慰藉和社会秩序的场所。这些故事和信仰传递了一个信息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并强调了公正和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。这些都是城隍爷作为一个文化象征所承载的深刻意义。城隍神的恩德，在城隍神的生日时，人们会去庙会烧香，祈求神赐福或感谢神的恩德。在庙会期间，庙堂里香火不断，人满为患，显示了城隍神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。关于城隍的民间故事丰富多彩，反映了人们对于道德和正义的深刻理解。这些故事通常涉及城隍爷如何处理阴间和阳间的事物，以及他如何奖惩善恶。城隍民间传说故事。关于城隍的传说故事，接下来有几个分享给大家。城隍的故事，水鬼变城隍。一个渔夫与水鬼的故事。水鬼帮助渔夫捕鱼，但要求渔夫不要救溺水的小孩。渔夫于心不忍，仍然救了小孩。水鬼最终放弃害人，并因其善行被升为城隍。在这个传说中，水鬼与渔夫之间的关系逐渐从利益交换转变为一种深厚的友谊。水鬼原本是一个孤独的灵魂，因为不愿意害人而长期受苦。当渔夫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坚持救助溺水的小孩时，水鬼被渔夫的善良和勇气所感动。水鬼开始反思自己的存在意义，他不再想要通过害人来结束自己的痛苦。渔夫的行为给了水鬼一种启示，使他意识到即使是作为一个灵魂，也可以选择做出正确和有益于他人的决定。于是水鬼决定放弃寻找替身，而是开始帮助渔夫和其他村民，成为他们的守护者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水鬼的善行在村民中传开了，他们开始尊敬这位曾经令人恐惧的水鬼，并为他建立了一座小祠堂，以表他们的感激和敬意。水鬼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，城隍爷，成为了村庄的守护神，负责保护村民免受灾难和邪恶的侵害。这个故事最终成为了一个关于救赎和转变的预言，提醒人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也有机会通过善行和改变来获得新生。水鬼的故事激励住村民们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要保持善良和勇气，因为这些美德最终会带来正面的改变和回报。关于城隍爷与城隍娘娘的由来，描述在那个广东的村子里，姑娘醒来后发现自己手中紧握住一枚古老的铜币，这是城隍爷的信物。她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期待，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梦境中的相遇是真实的。于是她决定再次前往城隍庙寻求答案。
当他抵达城隍庙时，正值村中1年1度的城隍节庆典，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，香火鼎盛活。姑娘穿过人群，来到城隍爷的神像前，将那枚铜币恭敬地放在祭坛上。就在这时，一位神秘的老妇人出现在他的身旁，告诉他一个古老的传说。很久以前，城隍爷曾是一位凡人英雄，因为他的英勇和正义，被封为城隍，守护住村子的安宁。而城隍娘娘则是他生前的爱人，他的善良和慈悲感动了天界，因此在城隍爷升天后，他也被赐予神职，与他永远守护住这片土地。老妇人的话让姑娘感到惊讶和感动，她开始理解，城隍爷和城隍娘娘不仅是守护神，也是爱情的象征。姑娘在心中默默许下愿望，希望自己也能找到像城隍爷那样英勇善良，像城隍娘娘那样温柔贤淑的伴侣。节庆的高潮来临，村民们开始进行传统的祭祀仪式，姑娘也参与其中。她感到一股温暖的力量环绕住自己，仿佛城隍爷和城隍娘娘在默默守护住她。从那以后，姑娘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，她相信自己的未来会像她所祈求的那样美好。这个故事流传至今，成为了村子里关于城隍爷和城隍娘娘的美丽传说，提醒住人们要有勇气去爱，有信心去追寻自己的幸福。而每年的城隍节，村民们都会重温这个故事，庆祝爱情和守护的力量。傻瓜变城隍，这是一个关于名叫阿亚的小水鬼的故事。阿亚原本是一个孩子，因溺水而成为水鬼。他太善良了，总是在该抓溺水的人去向阎王报道的时候心软，结果错过了投胎转世的机会。但他的善行最终让他脱离了水鬼的身份，成为了城隍。阿亚成为城隍后，他的善良和公正很快就在人间传开了。他不仅守护住村子的安宁，还经常帮助那些在水中遇难的灵魂找到安息之地。他的名字成为了保护和慈悲的代名词。有一天，一位年轻的渔夫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，船翻了他，挣扎住求生。就在他即将放弃的时候，阿亚出现了。他不仅救了渔夫，还帮助修复了他的船。渔夫感激不尽，回到村子后，他将这个救命之恩告诉了每一个人。村子里的人们开始更加虔诚地敬拜阿亚，他们真相信阿亚能够带来好运和保护。于是每当有人要出海或是遇到困难时，他们都会来到城隍庙前祈求阿亚的庇护。随住时间的流逝，阿亚的故事成为了一个传奇。他不再是那个人们口中的傻瓜，而是一位受到尊敬的守护神。他证明了即使是最不幸的开始，也能通过善行和坚持转化为一个光明的未来。这个故事也提醒住人们，每一个灵魂都值得被救赎，每一个善行都会在不经意间改变命运。阿亚的故事激励住人们去做好事，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。而城隍庙成为了一个象征，一个提醒人们慈悲与正义永远不会过时的地方。这些故事不仅提供了对城隍信仰的深入了解，也展示了城隍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
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